大家好，欢迎来到密集投资频道。今天是2026年2月20日，星期五。那么在盘中了，我们来跟大家做一个复盘。其实呢，我们是比较看多的，但是今天早盘的时候呢，全网其实我发现很多人是比较空的，因为经济数据不好。所以说有一定的恐慌，我们可以看到目前这个 QQQ 的反弹也是比较的高的，我觉得现在很多空头的脸应该是肿得比较的高。那么在开始今天的深度分析之前呢，我想跟大家聊一下，昨天有一位会员他就来找我，他就来问我，他就说他入群，他现在已经入群快接近1个月的时间了，他发现我盘前的点位准确度超过70%，盘中喊单准确率基本上是100%，因为他之前跟过别的群，亏了很多，现在买啥都畏畏缩缩的。那么昨天呢，给他做了一些简单的交谈，那么我就知道他的一些情况，然后呢给他做一些建议。那么我就发现有一些人他不在我会员群，但是他就说我点位不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是这样哈。那么我点位到底准不准？我们的这些会员已经做了一个非常高的评价了，并且呢，你可以看一下不完全的统计，从今年开始我们做的每一单交易哈，我有些是记录的，有些我是忘了记录，但是呢，我们的这个胜率一直都是有保证的，所以说你可以看到我们会员群朋友的盈利的情况真的是非常的不错。这位朋友他上个星期加入我们的会员，年费会员他升级了嘛，然后现在差不多20年的会员费都已经赚回来了，所以说我就告诉你，花小钱办大事。那么在刚刚美东时间的12点半，我又让大家去进行入场了。你可以看一下 SXO 在美东时间12点半，这里12点半的时候，它是不是就是最低点？然后现在又开始起飞了。所以说我们会员朋友又吃到这一波了。我们不仅做日内，我们还做短线、周区间、长线，我们都会给大家把仓位规划的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让大家躺着就能够把钱给赚了。欢迎大家来加入我们的会员群。通过周末的时间好好的去学习，抓紧时间早点入群，早点开始赚钱。欢迎大家来扫码，或者是来点击这个视频下方描述栏的链接来加入我们的 Discord 的会员群，好吧？那么接下来我来跟大家来讲一下今天的一个情况哈。今天大盘的走势，如果用一个词来形容，就是也比较的拧巴吧。那么因为现在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数据比较的差，但是呢，指数你要说它要跌的比较的下来呢，它也没有跌下来，看似有利好呢，但是上涨起来也是有一点磕磕绊绊的，特别是像今天，它就是来回的这么去进行走跳。那么这种拧巴的背后，其实呢一点也不玄乎，其实就是两股截然相反的力量对冲出来的。数据端的疲软压制了情绪，但是事件端的重磅利好又把风险偏好强行的拉了回来。所以说今天的这期视频呢，我要带大家像做手术一样，把这两股力量剥离出来，让大家看清楚华尔街到底在干什么。那么我刚才给大家看了一下我们的盈利单，我是在告诉大家，我不是在炫耀，在这个市场里，情绪是最廉价的，而只有你的逻辑和认知才能够变现。当很多人恐慌的时候，我们敢去入场，这个就是差距。好，我们接下来看一下压制指数的那股力量是什么。第一个就是宏观数据，今天除了大家熟知的 GDP 和 PCE 之外，还有一个更前瞻的数据，其实是更值得关注。这个数据就是 SP Global 发布的2月美国 Flash PMI 的数据。我告诉大家，这个数据非常的不乐观。综合 PMI 从1月的53降到了52.3，服务业的 PMI 降到了52.3，那么制造业的 PMI 更是降到了51.2。虽然还在50的荣枯线以上，但是这个已经是近10个月以来最慢扩张的速度。更让我警惕的是，其中的就业分项已经掉到了50出头，接近停滞。与此同时，密歇根大学的消费者信心指数中值虽然小幅回升到56.6，但是仍然是低于预期。这个说明什么？就是说明美国的消费并没有变强，只是没有变得更差而已。那么按照正常的逻辑，经济动能往下修，就业停滞，这个对于高估值的成长股是利空，对防守性的资产是利好。这个就是为什么早盘的时候是有一定的小低开，因为市场在修正增长的预期。但是现在呢，你可以看到市场这边它是涨起来了。真正主宰今天的并不是数据，而是有一个突发的重磅事件的冲击。那么就在今天，美国最高法院做出了一个关键的裁决，它推翻了川普之前提出的大范围的关税方案。所以说这个消息出来，市场就直接的炸锅了。那么大家一定要听懂这里面的逻辑。之前的关税方案一直是悬在美股头上的达摩克利斯剑，那么之所以它现在能够
就是涨，就是因为它意味着更高的进口成本，意味着贸易战的风险，还意味着企业利润的压缩。但是呢，现在最高法院把这个方案给废了，市场的解读就是要去让美股涨，因为不确定性大幅的下降，企业的成本端压力瞬间的释放，对谁是最利好的？就是对那些进口依赖型公司，对零售链条，或者是对于全球化布局的科技巨头是超级利好。所以说，经济数据虽然告诉我们增长在降温，不利于风险偏好，但是法院裁决在说政策噪音消除，这个是极大利好风险偏好的。所以说呢，我们可以看到这两股力量在盘中进行激烈的博弈，最终政策利好加上市场对美联储被迫救市的预期，战胜了经济数据的一个利空。所以呢，作为关键人士，我还是要告诉大家，有一些细节你是忽略的，真的是被忽略了。因为今天股市比较的狂欢，特别是你看像谷歌这些巨头在增长，但是呢，如果你扫一眼我们的债市，你就知道有一些不好的端倪。10年期的美债收益率没有像预期那样暴跌，盘中甚至一度冲到了 4.1%， 这个呢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结构，股市在涨，收益率也在涨。为什么？因为最高法院的裁决对股市是利好，但是呢，对于债券市场是利空。逻辑是这样的：如果关税被废除，那么政府的关税收入就没了，甚至市场担心政府可能需要退还之前征收的部分关税，这就意味着美国的财政缺口会变大。缺钱了怎么办？那就发债呗，债发多了，那谁来买？供过于求，收益率就会要涨。华尔街这帮债券卫士，他非常的敏感，因为他们看到了财政赤字的风险，所以说推高了长端收益率。这就是今天盘面反应不一致，但是又合理的底层逻辑。股市在为少了不确定性而股涨，但是债市在为多了财政赤字而进行皱眉。那么这个 4.1% 的收益率就是我之前说的那个潜在的雷。如果说下周收益率继续往上标，那么一定会反噬股市的一个估值。那么我们讲透了这些宏观的逻辑，再回到技术面来给大家做一个分析。我们可以看到标普这根 K 线结合周初的走势，那么在这个周线级别，你可以看到是一根我认为是比较强的铁底。然后呢，我们再来看一下 QQQ 这边 ，QQQ 的日线级别它是有回到多头的一个短期均线，所以说呢，多头反攻的号角已经响起来了。我们的 SOXL 不用多说了，我们反复不停的去进行操作，高频的进行交易，其实能够让大家做到非常多的利润的。我为什么敢在大跌的时候带大家进场？因为我看懂的半导体是硬通货的逻辑，不管你 PMI 怎么降，不管关税怎么变，AI 的算力需求是刚性的。那么像这样的股票，它高波动、高风险，我呢有能力看准点位，我当然有能力带着我们的会员朋友不断的创造更多的好看的这个账户的盈利。那么恐慌的时候，你要精准的出击，尾盘如果说有一个更多的涨幅，那么你可以从容的获利，这个呢就是认知的力量。那么我们最后总结一下今天的大盘。今天的大盘是在经济软数据和政策硬利好的夹缝中走出来的一条生路。主力资金非常的聪明，他们利用数据的利空洗盘，利用政策的利好进行拉升。那么下周大概率还是有一个反弹。那么具体的话呢，我会在周末的视频给大家进行详细的分析。那么对于一些个股的话呢，也会进行详细的分析。所以说大家不要错过我们的任何一期视频，好吗？记得帮我订阅、点赞、开启小铃铛，不要错过任何一期的视频。下周你还是要多多的去关注一件什么事情呢？就是我们刚刚给大家讲的这个10年期的美债收益率，它非常的重要。那么指数这边是比较强的，个股的话呢，我们到时候再来给大家进行一个细致的说明。所以说呢，如果大家想拥有像我一样一眼看穿盘面的背后的逻辑的能力，想好好的复制我们这些100%胜率的这个成绩单，我们欢迎大家趁周末的时间来加入我们的会员群。那么预祝大家周末愉快，我们下期视频再见。